好，美国跟委内瑞拉这一场战事真的看起来是一触即发，川普又有最新的新动作了。这一次瞄准的不是先前所宣称的这个运毒船，而是一艘大型的邮轮。最新是美国自己公布了扣押这艘邮轮的画面，而且呢，我们赶快来看到最新的现场这个整个扣押过程的画面。来，请导播帮我们 Q 一下，这是来自于美国司法部自己 Q 的一个公开的一个画面，可以看到呢，从画面上我们来看到是2架的黑鹰在大海上面低空的做盘旋之后，好，现在画面可以看到这个机门已经打开了，全副武装的美军他们直接从这个垂挂到一艘的巨型的邮轮甲板上面，接着从画面上我们持续看到这个美军快速的突然间进入的船舱，并且持枪做扣押的动作，甚至准备强攻进入到驾驶舱。针对目前的这一起行动，我们看到川普怎么样说的呢？好，来看到川普是说，我们刚刚在委内瑞拉的海岸扣押了一艘邮轮，而且是非常大的邮轮，实际上是它到今年为止最大的一个邮轮。那至于提到说，那你扣押了邮轮之后，石油要怎么做处理呢？他说，我想我们会把这些石油给保留下来。那么川普还呛说，哥伦比亚总统你注意了，你有可能就会是下一个人。那委内瑞拉的政府当然呢非常的气愤哦，就开始控诉美国是公然的窃盗，这个是国际海盗的行为。马杜洛总统也说，呼吁我们坚决反对干预主义哦。痛骂美国，反对任何颠覆政权、破坏计划。美国应该要专心的好好治理自己的国家才对。节目一开始特别请教赖老师怎么看川普这一次还派兵，然后呢扣押委内瑞拉的邮轮，理由是这艘邮轮多年来涉嫌支援外部的这一些恐怖分子组织在运油，它是打击犯罪吗？有没有一个正当的理由？赖老师怎么看？当然没有啊，这是海盗行为啊，这个大家都知道。美国是海盗的行为啊，这是违反国际法的啊，公然违反国际法。可是问题就在于，就是说，不然你怎么样？那我就是违反了、啊，你能怎么样？你也不能怎么样啊。这就是美国给大国做的一个表率，就是说，如果有一天你大到这个程度的时候，你可以就这样做，不然你怎么样？啊，我觉得很多的时候大国啊，尤其是有军事实力的大国，要想一想。对于周边的那些军国主义者啊，有的时候或是一些人啊，你要讲的，不然你怎么样？啊，这个我觉得要学会这个啊，不要太温良恭俭让了，要有一点，有的时候对这些坏人、小人、恶人，要不然你怎么样？可是问题就在于委内瑞拉，它并不是坏人、小人、恶人啊，它没有被联合国的安理会这个制裁，没有，所以美国没有权利去扣押或者是片面制裁委内瑞拉，安理会没有同意哦，安理会都没有批准过，所以美国这样的一个做法是违反安理会，也违反国际法的，这样的一个海盗的行为。好，那当然目的在哪里？目的就是切断委内瑞拉的这经济命脉嘛，因为它会让各个国家的邮轮不敢去帮委内瑞拉载油嘛。那委内瑞拉最大的就是油的资源。那油卖不出去怎么办？现在只剩2个国家可以突破美国的这个做法，一个就是中国大陆的油轮，一个就是俄罗斯的油轮。美国就不敢去抢插中国大陆旗帜的油轮，或者插俄国的油轮。但问题就在于中俄这2个大国目前看起来似乎没有很强烈的意愿要介入美国跟委内瑞拉之间的矛盾。好，我们现在看到是这个最新的动作，也就是美国介入在委内瑞拉的这一艘邮轮，被形容是这个海盗的动作。那另外一方面，其实呢，在空中又有什么样的动作？我们看到是美军还派出了2架他们的 FA-18超级大黄蜂，直接在委内瑞拉的上空盘旋哦，这时间长达了40分钟。美军强调说，我们没有进入到委国的领空，是在国际的空域。不过今天早上有一个最新消息是，委内瑞拉的这个为什么说美国要在上面做盘旋40分钟？原因这边有提到说，报道写说，委内瑞拉的反对派领袖这位是诺贝尔和平奖得主马查多，他因为指控舞弊遭到通缉，藏匿了1年多的时间之后，他为了要出席领这个诺贝尔和平奖，
的颁奖典礼哦，出席这个在挪威的典礼，所以呢，他带着假发、乔装要做逃亡，闯过了大概10个军检站，搭渔船要横越加勒比海，所以呢，他就跟这个川普做透露了。那川普政府知情之后，才会派了 F-18在跨海附近盘旋了大约达到40分钟的时间。不管这一件事情是不是真的，但是委内瑞拉看在眼里，很不是滋味，他就觉得你美国是在挑衅，尤其委内瑞拉湾的3面都是美国的领土，而且川普之前不是集结了大量的兵力，1.5万名的美军、福特号航母、F-35等等，是真的要开战了吗？还是有其他目的？李将军怎么看？委内瑞拉湾哈，我把它比作渤海湾，可能我们这个华人来讲就比较能够理解哈。那渤海来讲，领海是12海里之内叫领海。可是你想想，如果说渤海里面的领海来讲的话，大概就是周边薄薄的那一层属于领海，可是中间那一大块哈还是属于公海。可是问题是说，美国军舰或日本的飞机敢轻易闯进渤海吗？那当然，中国将这个地方整个渤海湾视为它内海，因为外面有辽东半岛跟山东半岛包围在里面嘛。讲公海，可是在实质上面就等于是中国领海。委内瑞拉湾也有一点类似这个样子。关于美国川普对委内瑞拉这些动作，我想说，结合我们前2天美国自己所公布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来看的话，我简单4句话，因为美国的位置，你要站在美国立场来看。如果站在美国角度，它这边是大西洋，这边是太平洋，北边是跟加拿大邻接，南边接连的是南美洲，所以我觉得它现在国家战略，我用4句话来讲。第一个叫做这个西印，对西边来讲，它对欧洲来讲，他态度要硬哈，因为他讲得很清楚，就是要确保西半球跟美国的安全，对西硬东软哈，他对中国来讲啊，他要中国自己用实力来对抗啊，西硬东软，然后南边来讲，南边要压住南美洲哈，你不可以南美洲这些国家要恢复门罗主义的主张，不可以让中国或俄罗斯的势力能够伸进来。然后北是什么呢？北边加拿大叫做北嘲笑，他对加拿大讲这种嘲笑，因为我跟你就是无所谓哈。对，所以我觉得美国国家战略，你看就是西印东软，然后南压北嘲弄哈，嘲弄。那当然，如果说是这次我觉得对委内瑞拉来讲的话，他对整个战略上面来讲是对的。他就国家立场，我一定要压住你南美洲，你不可以让中国或者是俄罗斯的势力进到这边。那很明显，我们现在看到，不管是中国、俄罗斯，除了说是军事之外，哈，尤其是经济方面来讲，慢慢已经进入到不管是巴西啦或委内瑞拉的石油啦，哈，或者是秘鲁的这种前海港，中国势力已经进来了。所以川普来讲，一定要硬压。可是战略上面你是对的，可是我觉得你战术上面是错的。你哪有说是战术上面在海上晃荡了2个多月，然后一点行动也不敢实际采取？我觉得兵贵速，不贵久，你一定要很快的能够解决这场冲突，解决达到你所要的目的。但是如果说你拖久了，其实我觉得战术上对美国是不利的。好，川普政府针对这个南美洲国家南压哦，所以确实哦，他也已经除了持续的对委内瑞拉施压之外，甚至呢，这是来自于美国媒体的爆料，他们整个川普政府都已经拟定好了，接下来马杜罗下台会有什么样的接管方案。但是呢，被大家解读说，你这个也太2极化了吧？你怎么可以双标呢？因为你同时也特赦了同样也有贩毒的这个是洪都拉斯前总统叶尔南德兹啊，难道你为了政治利益都不管了，如此双标吗？外界就认为说，川普啊，你这是上演门罗主义啊。那门罗主义就是如刚刚将军帮我们讲的，他现在更重视的是整个西半球。那么他也说了，他们都是美国的后院，包括了这些南美洲国家，不准外国势力插手。我们来看到，针对于刚刚所谓的门罗主义，是不是中南美洲也不想被大国这个宰杀了？墨西哥突然间通过了一个决议，对亚洲1400多项商品课征最高50%的关税，当中提到了大陆车企要面对50%最高的关税。川普的这些手法，针对南美洲国家是复辟门罗主义吗？那这时候我们看到，好像一些南美洲国家开始反抗了，委员怎么看？所谓的门罗主义就是美国的战略扩张，只限制于这个西半球，然后在欧洲它战略收缩，在亚洲它进行战略竞争。这种战略扩张在这个美洲国家是什么意思？就是北从加拿大，南到阿根廷，通通是美国说了算，你们通通是美国的附从国家，哪有什么主权国家平等的？
这个原则是1823年美国第5任总统门罗设立下来，就是说不准欧洲其他国家干涉美洲国家的事，美洲国家也不想去干涉欧洲国家的事，就是所谓欧洲战略收缩、美洲战略扩张的这么一个主张。那川普现在正在实行，所以为了要推动这个要求所有的美洲国家，一不准反美，二只能亲美，三不可以跟中国、俄罗斯眉来眼去，在这样一个要求底下，任何有违反他这个要求的这个政治人物，通通要下台。他现在就在进行一种政治清洗工作。第一个对象当然是委内瑞拉马杜罗。你以为你自己有石油，你就可以这个那个？对不起，我直接把你油轮给扣走。所以对于委内瑞拉来讲哦，未来的处境只会越艰难。马杜罗也一定会下台，因为这个两边实力悬殊太大了哦，这是无可奈何。至于你刚才提到洪都拉斯的总统啊，叶南德兹。叶南德兹曾经在台湾拿到了彩玉大勋章的最高，所以他是证明他是个亲美的啊。那他有没有涉及到贩毒？他涉及到贩毒是在2022年卸任总统，在洪都拉斯，然后被这个引渡到美国去，美国判刑45年。在2024年判刑45年，2025年川普就下令特赦。对，那什么意思？因为他亲美的，只要亲美的，你犯什么罪都没关系，而且你亲美，而且要服从美国啊，叫你跟台湾建交你就跟台湾建交，所以只要亲美要服从美国，那对不起，你保你平安。所以对于这个委内瑞拉的命运，还有什么哥伦比亚他现在就是我刚才讲的政治清洗是第一个，委内瑞拉，第二个哥伦比亚跟墨西哥，所以墨西哥吓死了，赶快老大你说什么啊？然后那个巴拿马运河，巴拿马我跟中国一带一路赶快切掉啊，赶快切掉。所以现在你看看巴西总统鲁拉都现在点不敢吭声，就是这个道理，就是这个道理啊。那个阿根廷总统米莱我就是川普的支持者啊，我只是从中国要点钱而已那 OK， 这 OK 好，所以他现在正在驯服所有的美洲国家，包括加拿大，所以加拿大的自己心里要有数好，谢谢委员。那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地缘政治、美中之争、战略价值、强权崛起、小国生存。现在与未来，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脉动，全球观点尽在环球大战线。